嗱，咁如果係個 Patreon 嘅會員咧，因為我都講咗啦，我披露咗我2025年組合每一隻持股嘅倉位啊嘛，係咪？咁丁丁你都知啦，我最重倉就係941啦，重得好緊要啊！咁好似3-4成咁重啊，單一股票啊。咁嗱，941同埋728咧都可以分享下點解咧？就因為琴日同埋今日咧兩日我其實係參加咗某個美資投行搞嘅一啲上市公司交流會啊。咁連續2日啊，係 full day 啊，即係由9點到6點啊，佢啲會安排得好密嘅，係9點鐘朝頭早到差唔多夜晚啦6點鐘，係每一個鐘都有一間公司去，即係你要揀啊，邊啲上市公司你有興趣去同佢交流。咁嗱，941同埋728咧，都係其中2家公司咧係有參與呢一個美資投行舉辦嘅呢一個投資者日啦，或者叫交流會啦。咁我都有參加呢2間噶。嗱，雖然我只係重倉941，我係冇728，咁但係都係中國得三間啫嘛。咁同一個行業，咁我都想聽下728佢個公司會有啲咩嘢講啊？係咪？嗱，咁呢2間公司咧，我都了解咗一啲佢哋因為佢公布季度業績啊嘛，係咪？咁但係佢公布季度業績都係去到第3季啫。咁至於全年業績，即係講緊第4季係點咧？咁我都嘗試問下佢嗰個幾方面啦。嗱，第一咧，我嘅關注亦都係市場或者投資者或者股東嘅關注嚟嘅。咁啊，第一嗰個可以講下嗰個資本開支啦嚇。資本開支咧，大家都知道啦。點解呢個中資呢個電信營運商呢幾年可以係咁增加派息咧？除咗響應呢一個無論係呢一個國資委又好，高層嘅響應又好，都係講緊要增加派息啊嘛，要呢一個市值管理啊嘛。咁增加派息係其中一個市值管理嘅非常之好嘅手段啦。咁你政策鼓勵你派息啫，咁你都要有能力噶嘛，係嘛？即係都要實際上你做得到先得噶嘛。咁點解佢做得到啊？就係呢幾年佢嗰個資本開支咧，的確係見頂回落嚇，因為佢投資咗5G都3-4年噶啦。咁去到2024年咧，就差唔多咧係開始從高峰回落，即係話佢2024年係開始向下，即係個資本開支係第一年向下，即係講緊今次5G投資建設嘅週期嘅第一年開始向下。咁嗱，我聽到嘅咧就係2024年資本開支係會下跌啦，2025年資本開支繼續下跌，即係話相比2024年個資本開支會繼續跌，2026年亦都會繼續跌，即係話咧2024、2025、2026呢3年嘅資本開支都係向下嘅。咁佢話咁2027年咧太後啦，即係到時先至再睇啦。咁但係無論如何睇3年先啦嚇，即係咁我都同意嘅嚇。今時今日唔睇得咁長遠啦，睇到2026年我都覺得唔錯啊。咁所以第一2024、2025、2026年呢3年嘅資本開支係向下嘅趨勢不變啊，咁呢個非常之好啊。咁第二都問到嗰個 ARPU 啊，尤其是中國移動啦，咁市場好關注，咁究竟你 ARPU 有冇即係情況會點啊？因為咧中國移動喺2024年嘅第一季 ARPU 其實係持平嘅，但係第二季咧就跌咗。如果冇記錯，佢話跌咗4.8%，
第三季都係跌4.幾% 嘅。嗱，咁佢話第四季起碼冇惡化先啦，即係起碼冇繼續跌啦。咁即係意思冇個跌幅冇加大啊嚇。咁即係話 Apple 應該就係叫做止跌啦，或者即係個跌幅冇繼續惡化啦。咁呢個就係 Apple 方面啦。咁另一個方面就係應收帳啦。咁大家知道咧，我喺之前嗰個分析中移動中期業績嘅影片都有講啦。佢嗰個應收帳咧係惡化咗啊！惡化咗意思即係話佢個應收帳增加咗好多啊。咁管理層都解釋啦。咁就因為有啲因為佢而家政企個佔比提升咗啊嘛。咁我有啲國企啊或者地方政府啊，佢哋應收帳找數嗰個習慣咧，都係可能係下半年先找數。尤其是佢話好多都習慣係最尾嗰2個月，即係11月、12月先至找數㗎。咁所以如果你上半年截一截數嚟計咧嚟睇咧，咁當然個應收帳個回收個情況會比較弱、比較差啦。咁但係喺中期業績嘅時候啊，咁管理層就話下半年應該會有改善啊。咁我今日都問，咁係咪真係有改善啊？就應該係有改善啊。咁所以咧，我哋去到3月份，咁佢會公布2024年全年業績，就會睇到有冇改善啦嚇。咁呢方面應收帳應該係有改善嘅，相對2024年嘅中期業績係有改善，即係下半年相對於上半年呢一個喺應收帳方面應該有改善啦。咁另外一個投資者好關注就派息比率啦，派息比率。嗱，咁中移動同埋中國電信咧都係講咗啊，承諾咗啦。去到未來3年啦，即係2024、2025、2026年呢3年，會將嗰個派息比率提升到75%，提升到75%。咁中移動咧就係舊年係71%啊，71點幾啊嘛。咁總之無論如何，去到2026年嗰個派息比率咧就應該超過75%啊，應該會超過75%。咁至於再之後會唔會去到80%啊？因為而家市場其實有啲投資者咧嗰個期望好高啊，即係要求佢你之後咧一路加到80%啦個派息比率啦。咁咧咁我聽到嘅印象啦，咁無論728又好941又好，佢哋都係有意願去繼續提升啊，有意願繼續提升。咁當然佢話如果你知啦，3大電信營運商佢個收入已經係增速係好低啦，即係單位數，仲要係單位到可能2%、3% 咁樣，都已經唔係你增長9%都係叫單位數增長啦。佢唔係嗰啲高單位數啊，佢係中至低單位數啊，可能2啊、3啊、4啊、5啊%喎，即係你收入增長咁鬼少啊，咁即係話，咁你未來嗰個派息空間，如果你去到80%，咁啲錢點樣邊度嚟啊？咁佢咧就話咁冇計啦，咪慳咯，即係cut cost 咯即係係可能係員工嗰啲福利啊咩啦，即係出席嗰個交流會嗰啲員工都好似好委屈咁啊！即係覺得即係為咗派多啲息，咁可能我哋咧就會喺人工福利嗰度會被犧牲啊咁啊！咁呢個對股東係好事啦。咁另外咧就係佢都會講到，佢哋啲獎金咧都會同譬如應收帳掛鈎啊。佢話即係有間公司佢話。我哋咧啲獎金咧，如果我哋點解咁？你放心，我哋好緊張應收帳㗎。我哋如果收唔到錢咧，我哋啲獎金咧都受影響嘅咁樣咁我覺得有咁嘅文化咁幾好喎即係佢哋着緊嘅嘢，亦都係股東着緊嘅嘢咁所以無論如何，想講嘅咧就係
728係好，941又好，我呢幾日啦，琴日同今日聽到嘅信息都係好唔錯，起碼咧就係公司都係明白投資者或者市場關注嘅問題，亦都係明白投資者或者股東期望嘅東西，尤其是喺嗰個派息嗰度啊。咁所以咧呢個就係中移動。咁另外咧中移動同埋中國電信728。另外咧我都有問過中移動啦。咁因為咧其實有兩單嘢同香港呢邊有關啊，即係唔係同整間尤其是內地嗰邊業務有關。香港呢邊咧其實之前咧有兩單消息嘅，一個消息咧就係佢買咗紅磡一個叫做長期中心㗎，即係買咗一個物業啦。簡單啲嚟講，咁咧就大概20幾億啦，因為有報道話可能25億啊，亦都話可能30億啊。咁無論如何都係20幾30億啦，即係其實個數目就唔係好多啊，相對於中國移動就唔係好多。咁但係我都問啦，點解你買個物業啊？咁佢話應該係自用嘅，即係大家知道中國移動其實喺香港嘅業務都唔細啊。咁佢始終咁佢都有職員噶嘛，咁有職員，咁你一定要有地方要用噶嘛，咁你唔買都要租啦，咁所以咧佢用20幾億咁買一個物業自用，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啊。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中移動咧就係提出收購呢一個香港寬頻啊嘛，咁咧就大概用5.23港元係咪？一定要收購香港寬頻，有乜嘢你乘翻落去咧，即係個市值大概佢會用69億元啦，就收購私有化咗呢個香港寬頻啦。嗱，咁呢單嘢咧就係好唔好咧？嗱，香港寬頻咧去最新係2024年嗰個盈利咧，經調整盈利大概1.9億到啦。咁你諗下，你69億嘅市值去買香港寬頻，佢經調整嘅淨利潤咧就係1.9億。所謂經調整淨利潤咧就係利潤表嘅利潤啦，即係 gap 嗰個盈利個利潤。咁你就會扣除一啲攤銷啊、折舊啊嗰啲啦，同埋佢2023年做過12億嘅商譽減值啊，即係如果有呢啲減值啊、攤銷啊，咁咪會扣咗佢啊，咁所以叫做調整後嘅淨利潤。咁2024年就1.9億啦。咁如果你淨係望住經調整淨利潤咧，就個 P 就唔算平啊，即係你69億嘅市值去買一年嘅盈利係1.9億嚇，咁即係唔算平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睇佢嗰個叫做經調整現金流啊，經調整自由現金流啊，係有6至7億嘅嚇，有6至7億嘅一年，咁亦都唔係太差嚇。咁而之所以佢個盈利差咗咁多，同以前比，以前有5億、6億、7億噶嘛一年，咁點解近呢1-2年得翻1點幾億咧？就係因為美國喺嗰個2023年加息啊嘛，咁變咗佢利息支出好重啊！佢利息支出咧一年咧要7億幾嘅，佢負債高嘛，佢應該有100幾億嘅負債啊嘅借貸啊，咁所以佢每年嘅利息咧要7點幾億噶。咁但係你中移動大把錢嘛，係咪？咁如果你中移動買咗佢之後咧，咁你唔需要借100幾億，唔需要孭住100幾億，咁你可能就慳翻7億幾嗰個利息支出噶嘛。咁你加埋落去，咁可能就嗰個盈利個情況又唔同啦。咁啊，加上佢自由現金流其實都係唔錯啊，即係佢呢一個自由現金流咧係已經係扣咗利息支出噶啦，佢都有6-7億一年噶。咁所以如果買得成功嘅，亦都唔係壞事啊。雖然對於中移動一年嗰個成間集團嘅盈利佔比其實好細嘅啫，即係呢啲咁嘅收購幾廿億，無論你係買物業好，買香港寬頻好，都係講緊幾廿億嘢咧。對中移動咧一個大笨象咧係影響不大啦，只係佢嗰個理據啦，咁都覺得都可以接受啦嚇。咁呢個就係941同埋728嘅一啲近況嘅update俾大家啦嚇。